家人们，咱们今天的直播开始了。据我收到的一手情报啊，咱们产区出现了一颗老鼠屎。至于这个老鼠屎是怎么坏的呢？我来给大家讲讲。他们要用根本不过关的酒来毁掉咱们产区好不容易打开的国外市场。至于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咱们得跟上去看看。家人们，现在是早上的5点40，来，我们看看这天，它刚刚亮。哎，家人们，如果说他们车上这批酒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要一大早街上连个人都没有，还偷偷摸摸的？一定有问题。家人们，你们说他们干这些事儿就不亏心吗？不过，我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来，下车！下车！哎，有什么事儿，同志？给我把门打开。哎，好。给我站住！喂，邱总，咱们的酒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就是咱们的酒在运输途中被工商给查了，说咱们这里边有假酒，你赶紧过来看看。怎么了？快点出台啊！请问邱总，那些有问题的产品真的是你们酒庄的吗？还在了解当中，但是我可以向大家保证，从我们爱德堡出去的酒都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有人在网上直播了那辆厢式货车从你们酒庄开出去的整个经过。这个问题我还需要再核实一下。您的意思是直播过程有什么问题吗？等我核实清楚，一定会给大家伙一个交代的。可是昨晚酒庄有没有出货，您作为庄主难道不知情吗？抱歉啊，我还有事，大家让一让。哎，邱总，一会儿，不是请问您的庄主？这个图片在剧中帮打印一份。早上的数据呢？好，早上打印的数据。好的，小龙。好，谢谢。主编。这是从昨天晚上事发到今天早上8点的搜索数据。贺兰山、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贺兰山红酒、爱德堡，这些关键词的搜索量在 PC 端和移动端都呈指数级上升，自媒体、传统媒体都在关注。你马上组织我们的编辑还有记者对相关部门进行情况核实，一定要发出权威的声音啊！还有，组织我们网站的粉丝对贴吧还有自媒体上的一些不实的言论
进行回击。好，就是我现在拍的这辆车，家人们，沪 AG789S，我们现在一直跟着这辆车。我想了想，他们车上这批酒很有可能有问题。现在是早上的5点40，来，我们看看这天，它刚刚亮。哎，家人们，如果说他们车上这批酒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要一大早，街上连个人都没有，还偷偷摸摸的？一定有问题，一定是栽赃陷害的。可是这个直播是连续的，人家都看到了，车从酒庄出来，然后就被查。来，我们看看这天，它刚刚亮，并没有一直连续。是连续的呀，也没剪辑过的痕迹啊。我明白了，虽然没有剪辑过的痕迹，但是那个主播在说天的时候把镜头移开了。对。哦，怎么会这么巧？可不就是嘛！这工商部门前脚刚到，媒体紧随其后，紧接着就闹得沸沸扬扬的。听你这么一说，这件事情确实没那么简单，感觉像是早有预谋的。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整个产区的声誉。你这样，你抓紧时间去一趟工商部门。对了，再联系一下交警队，查一查那辆车。好，我现在就去。秦局长，我跟你说句实话，我都要急死了。我的那批酒是发往澳洲的，现在对方已经打电话过来说要暂缓了。邱总啊，您先稍安勿躁，我们已经会同交警还有工商部门，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可以基本确定，您是被诬陷的。第一，那辆车根本就不是物流公司的车，它是个套牌车。我们调取了高速公路路口的监控录像，真正物流公司的车已经上了高速。第二，网红啊、媒体还有工商部门在抵达现场之前，都接到了同一个人的电话。通过公安部门的追查，发现这个号码的所属人和打电话的人不相符。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这个打电话的人，一切就能够水落石出了。好，打电话的人。哎，对了，秦局长，那在我酒庄门口直播的那个人呢？能查到吗？公安部门正在努力，只不过他使用的是虚拟服务器，查起来比较困难。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了。如果说我们之前还只是怀疑视频里的那辆车有问题，那刚才一涵姐打来的电话就证实了我们的怀疑。她说警方查出来了，那辆车是个套牌车，而真正物流公司的车明天就能到上海。而我们产区这次要拉来上海的酒，都是刘董拜托同一个要前往宁夏送货的物流公司拉回来的。所以这些物流公司掌握了我们的信息以后，那背后的人就可以更加容易地掌握我们的发货时间、车牌号，包括路线。那对我们的蹲点和栽赃就顺理成章。也就是说，只要找到，看来我们要去一趟物流公司了。你听我说啊，你别着急，一定会把事情弄明白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跟刘董合作，如果搞砸了，没机会了。秦局长不是说了吗？这个中间应该有人栽赃陷害。人家刘董什么人？他能不明白吗？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对手一方面在向我们低价销售，企图一举攻占华南市场；另一方面呢，他们采取了种种卑劣的手段，阻止中国的葡萄酒出口。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害怕了，他们害怕失去中国的市场，更加的害怕我们的产品打过去。所以我们现在要见招拆招。对，刘董。交警方面呢，会帮咱们出具书面说明书，证明那辆车不是物流公司的车。这就对了，
他们陷害爱德堡酒庄的目的就是抹黑整个产区的声誉。到你这儿，咱们已经有3批货出了问题，不是被海关扣了，就是被媒体曝光。客户们现在像惊弓之鸟，纷纷处于观望状态。之前观望的客户，现在都在打退堂鼓了。刘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抓紧时间了，不能坐以待毙。当然不能。那银川这边就交给我吧。你打算怎么做？我想，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我那批针灸。物流公司如果没有内应，外面的人也不会掐得这么准。做套牌儿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要尽快找到我那批针灸。只要找到了我的灸，我相信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好，事情有任何进展，咱们随时联系。好。哎呀，欧阳庄主，您这不是为难我吗？司机确实从爱德堡拉的货，我们还冤得慌呢。至于您的货，那是海关扣下来的，您要找也得找船运公司啊。这是我们签的合同和收据，我调查过了，你给这次发货的酒庄都是这个价格，发货价比散客的还要高。定价是市场行为，你情我愿的，您不能拿这个说事儿啊。什么叫你情我愿？这个事情如果刘董知道，他会怎么做？产区的其他庄主知道，他们又会怎么做？不过说来也巧，给爱德堡拉货的那个车正好也拉了被海关查扣的那批货，司机是同一个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星星酒庄的监控截图，还有爱德堡酒庄的监控截图，很明显司机是同一个人。要不就是物流公司的问题，要不就是沪 AG789S 货车司机的问题。如果你继续装糊涂呢，我们只能把这个资料交给秦局长和公安部门。欧阳庄主，您不能这么做呀！这个事儿和物流公司的一点关系也没有啊！跟物流公司没有关系，那是谁指使的？我只是把发货时间告诉了一个客户。什么样的客户？对方来头很大，跟我签了3年的运输合同，出的价也很高。外国人？中国人，大概1.8米，长得白白净净的，年纪嘛，跟你们差不多。哦，对了，左眼角还有一个痦子。慌什么？他们只是查到了那辆套牌车，司机早就逃跑了。只要找不到那批真货，他们浑身是罪，也说不清楚的。那你打算把那批真货怎么办？放心吧，我自有安排。你连我也瞒着？好吧。那批货现在还在银川。那些车明明已经在上海了。车回来，并不等于货也回来。你把货扣下了。物流公司那边联系上了吗？物流公司的车已经回到了上海，司机说把货卸到产区的中转站了。他们怎么能把货随便的给别人呢？因为收货方改变了送货的地址，司机也给了补偿。一心那边查到的是于汉，秦局长那边通过网红查到的是徐总身边的人。于汉、徐总都是刘董的老部下。邱总，您是怀疑于汉指使了徐总，扣下了咱们那批货吗？低价的吸引力不小啊。这种摆在眼前的利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拒绝这样诱惑的。秦局长。哎，秦局长。好。我们也通过物流公司查到了于汉那边。麻烦您了。秦局长说，他们通过工商部门和公安部门已经查清楚了，确认是有人故意在当陷害。
现在就剩下被海关扣下的那批货了。那如果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就得找到于汉了。对不起啊，又把你卷进来。你跟我说什么呢？这本来就是我们2个一起面对的，好吗？只是没有想到，于汉走了这么远。一起把他拉回来吧。小心台阶啊！现在我们康阳小镇啊已经出郡出行了。我们日后呢会陆续引进葡萄酒文化活动。郑副主任，哎，麻烦你带着大家去康养医院转一转。啊，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事失陪了。那大家先跟我来。 Mr. Lionel, you don't have the reservation. 打扰一下。李女士，连我一个小小的小受伤都不敢见。莱诺啊，吃饭的地方在里面，你走错地方了。我去里面？我们是老朋友了，不用这么见外的吧？朋友？不是吧？真正的朋友是交心的。 咱们不见得吧？好吧，我来就是要给你透个消息，我手里有便宜又好买的进口葡萄酒，要多少有多少。谢谢，我不想要。你知道吗？在我来这里之前，我已经拿下了外滩大部分西餐厅的酒水供应合同。莱诺。 是于汉帮你的吧？于汉？我不知道，我不明白。谢谢秦局长，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于汉找出来，顺利的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好的，好的。谢谢您提供的线索，很关键。好，再见。 小英，咱俩见一面吧。秦局长，这回的事情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你。千万别谢我，你要谢的话，应该好好谢谢公安部门。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协调沟通的工作。秦局长，现在货呢是找着了，但是事情的来龙去脉并没有弄清楚，所以我担心。你这担心在媒体那边解释不清楚是吗？对。 我记得那个徐总好像跟你的助理高玉洁挺能聊得来的。他们的确是很投缘，也都是爱酒的人。你的意思是说，让高玉洁把徐总给找出来？不，是找他谈的。因为公安部门已经通过网络追踪，查到了他的住处。 Hello. Yeah, I'm looking for Miss Days. Hey, hi. It's Leno. Yeah. Yeah, remember me? We met last year in the wine tasting? Yeah. How are you? Yeah. I have a proposal. If we join with another manufacturer, or depends on borrow. Yeah. Of course. We can keep the price high up. Yeah, that's right. In that way, we can wait slowly until these manufacturers get bankruptcy. Yeah. Yes. 我承认，货是我调的包，那又能怎么样呢？你为什么这么做呢？道义。道义。这些年，我跟着刘丽君鞍前马后，到最后，我又是什么下场呢？他不想用我了，一脚踢开。
玉洁呀，我也劝劝你，趁早替自己想想。那个邱一涵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他是在利用你，丝毫不会为你考虑的。邱总说了，只要你能澄清酒庄的关系，之前的事他既往不咎。你信他？我信。徐总，咱们两个都是爱酒之人，我希望你不要走得太远了。如果今天我们见面，你是这个目的的话，那么不好意思了。怎么样？我承认，货是我调的包，那又能怎么样呢？海关那边我已经解决了，货明天就出关。这事儿说白了，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海外经销商和一个为情所困的中国人，给咱们中国葡萄酒啊添了个堵。咱们要进军海外市场，以后难免会遇到类似的事儿。我有这个心理准备，进军海外市场无异于是虎口夺食。可一旦成功了，我们中国葡萄酒产业就真正站起来了。你有这个认知，我特别欣慰。莱诺那边我会给他一个教训。至于于汉这边，您刚刚把齐路支走，是想跟我说于汉的事情吗？是的，于汉这小子啊，跟过我一段日子。他本性不坏，直性子。他能干出这事儿啊，就是为情所困，被人利用了。我解不了这个疙瘩，小英也解不开。这事儿就得靠你了。我明白，您放心，我会处理好的。如果你那么做的话，你心肠怎么可以这么软呢？你忘了当初是谁把你害成现在这个样子？一行、齐路、刘立军。你心软，但是他们不会心软，只会把你当成软柿子。你说的对，我自然不能让他们随意拿捏我。那个邱一涵他也来了，从他那里打开缺口。所以你要我怎么做？用整个华南市场作为诱饵。嗯。邱总，既然你已经愿意出来跟我见面了，还是不想跟我合作，难道你真的想要和刘丽君他们一起等着沉船吗？于汉，做人呢，不要太自信。你以为你这么说就能够威胁到我们吗？是，我是想进入华南市场，但是我这个人，我会为了达到目的出卖良知。一切向利益看齐的邱一涵邱总，你跟我谈良知？这是我今天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你不用笑话我，我邱一涵是什么样的人，我相信大家看得明白。我今天答应出来见你，就是想告诉你，你和莱诺跟我来往的所有电话录音和邮件，我都已经交给公安局和秦局长。这些东西都将作为调查的关键证据。你真的认为我于汉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2次吗？这么跟你说吧，政府评定的2级庄没你的份儿，刘丽君的前2次合作酒庄也没你的份儿，你的融资计划也失败了。你真的要为了你那所谓的良知，让自己的酒庄没落了也无所谓？所以呢，我就应该成为像你这样的人吗？于汉，我邱一涵是爱钱，我曾经的梦想是宁夏第一，中国第一。但是我生在贺兰山，我长在贺兰山，我是喝着黄河水，听着黄河谣长大的。
我的生命属于这片土地，我不建议在商场上面使用任何的手段，但是我唯一不敢的，就是背叛这片土地。我不想若干年之后，人们经过我的墓碑的时候，朝着我的名字狠狠地啐上一口唾沫。但是你呢？你做了这么多，你图的是什么？你又真的得到了什么呢？该好好想想的人，不是我，是你。我能得到什么用不着你来管，倒是你，面包和良知你都分不清楚。你不是说所有的经销商都在你的掌控中吗？你不是也说可以阻止他们查到我的吗？邱一涵这颗棋子，你打算怎么去使用？爆雷！我要在贺兰山下爆一颗雷。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有条件？你有什么条件？我要吕小英的餐厅。一个星星酒庄对你来说还不够吗？他现在可是2级庄，很值钱的。来诺，你给我听着，我不在乎钱。你要怎么去做？邱一涵已经拒绝你了。我们把全上海最著名的餐厅、酒店的老板都请过来，办一个冷餐会。难道你想用这块大蛋糕让邱一涵动心吗 ？Right。既然画的饼他不动心，那我们就把饼送到他的嘴边。我就不信他邱一涵动动手指签个字就能数钱的机会还能拒绝。即便他想做个好人，但他背后的投资商能答应吗？哎，关于于汉的邀请，你打算怎么应对？我假装答应他，然后我想让一心去。我也是这么想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希望这几个年轻人早一点把这个事儿给掰扯明白。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来这儿的目的一样，一起发财。所以我提议，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大家一起举杯。想必大家的心里都有一笔账，酒水的利润远远的大于菜品，而进口葡萄酒的利润又大于国产白酒。甭管它是澳洲的、法国的，还是新西兰的，大家认识吗？标签。那上面的洋文就是金钥匙，让人掏钱的钥匙。有了这个，就有钱赚。至于那瓶子里装的是什么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只要我们能提前抢占市场，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还有第二点，大部分人不了解葡萄酒，是事实。只要给他一个好故事，稍加一引导，赶都赶不走。我已经跟澳洲那边聊完了，他们会给我们提供正宗的澳洲葡萄酒，品质一流，重点是价格非常便宜。还是那句话，跟我于汉合作，大家一起挣钱，一起发财。秦局长，国外那边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莱诺不仅背叛了中国市场，也背叛了他的国家。他为了利益，长期打着国外的旗号，暗自向中国低价销售多个国家的葡萄酒。这和我们之前的推测是一致的，只不过证据方面，我这里有莱诺的销售数据，还有他在国外的发货底单。这个太好了，我们已经掌握了一部分的证人证言，
我已经上报给相关部门，准备启动调查。对了，海关那边已经放行了。还有，巴尔那边觉得莱诺的行为伤害了咱们两地葡萄酒行业的感情，有意派一个代表团过来，一是考察，二是有意修复关系。好啊，我们双手欢迎。你们来了。你做了这么多，不就是为了把我们找来，衬托出你已经成功了吗？约翰，听说过乐极生悲吗？哎，乐极生悲一定不是我约翰的结局，但是很可能，你们还没有乐的机会，却一直悲下去了。诸位，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澳洲的葡萄酒，正巧，我们的会场呢，今天来了一位国产葡萄酒酿酒大师，我请他给大家好好讲一讲，为什么我们的国产葡萄酒既没什么影响力，定价还那么高，好不好？没错，我呢是一名中国葡萄酒的酿酒师。先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齐禄。在回答各位问题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前几天啊，我碰到了一位根本不会说法语，但却非要用法语在另外一位女士面前卖弄的男士。他呀，张口巴黎，闭口凡尔赛。后来我走过去跟他一聊，问他，才发现他根本都没有出过国。各位，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跟大家一样，觉得这位男士既无知又可笑。但是细思极恐啊，这样的现象说明了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用国外的东西来包装自己？没有自信是因为东西不够好，拿不出手。而且你到底在说什么？大家关心的是售价，关心的是利润，并不想听你在这儿讲故事煲鸡汤。我没有在跟大家煲鸡汤，我在阐述一个血淋淋的现实，这就是我们国产葡萄酒所面临的困境。好，你们刚刚聊的是利润，那我就来跟大家聊聊利润。进口酒利润高，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润，放在眼前不动心的那全都是圣人，不是商人。可你们想过吗？为什么他们偏偏要在我们中国大力发展自己葡萄酒行业的时候大幅降价，把手中握着的高昂利润让给你们？因为他们怕了。主编，你快看，齐禄上热搜了。没错，他们怕了，他们害怕我们中国葡萄酒崛起，所以要在我们羽翼未丰的时候折断我们的翅膀，把我们中国葡萄酒行业彻底扼杀在摇篮里，甚至让我们永远得不到葡萄酒的定价权。各位试想一下，到了那个时候，那些商人还会把高昂的利润让给大家吗？不会，他们只会做一件事情，随意定价。到时候我们失去的就不仅仅只是这些利润，还有我们的自尊。为什么？因为是我们自己亲手帮助这些外人，把我们中国葡萄酒行业掐死了。是我们自己亲手折断并且破坏了我们可以与之对抗的尖矛利盾。好，说得好，说得太好，干得漂亮！不愧是我儿子呀。好，就算你说的都对，我只问你一个问题：酒呢？你们酒庄年产量有多少？供得起那么大一个市场吗？如果供不起的话，你现在是不是就在喊口号？而外国的葡萄酒，要多少有多少，利润也是实打实的放在我们的面前。刚才我跟大家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过，我是一名酿酒师。现在，我想跟大家补充一下，我是一名师承酿酒大师巴尔博士，却一心只想要酿造我们中国自己的葡萄酒，并且在贺兰山东路产区工作了10年的中国葡萄酒酿酒师。他是巴尔博士的弟子啊。那他怎么不留在波尔多，还在贺兰山下待了10年？
各位，不仅仅是我，在贺兰山产区还有许多像我一样的中国葡萄酒酿酒师，他们本着发展并且壮大我们中国葡萄酒行业的信念，在那里艰苦奋斗了30多年。中国的葡萄酒，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人人都能喝得起的真材实料的葡萄酒。中国的葡萄酒，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吗？对，中国的葡萄酒早已不逊于其他产区的葡萄酒。我是贺兰山东路产区酒庄的庄主，我叫欧阳一新。在我们那里呢，酒庄都不大，但是这正是我们的特色。因为我们是大产区小酒庄，只做精品酒。各位，你们都是上海葡萄酒界的前辈，我知道我们的产区只是一个新兴产区，可是近10年，我亲眼见证了产区从弱到强，从只有10几家酒庄发展到现在有上百家酒庄。在我们那里，每年有长达3300小时的日照，昼夜温差大，天然的沙石地，透水透气，富含矿物质。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拿到了近1000个国际葡萄酒行业的大奖。近1000个大奖。各位，今天我把我们产区的酒，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葡萄酒，给大家拿来了。我们中国葡萄酒行业将何去何从？决定权交给你们。来都来了，尝尝吧。走，那尝尝呗，是吧？Amazing，这酒真不错呀。果然是我们自己的酒，这个味道实在是太棒了。看起来真不错。我对这个酒很有信心啊。没错，我们国产的葡萄酒，自己的产业必须支持。没错，绝对不能让他们压在我们头上。各位，让我们一起举杯。敬祖国，敬我们最强大的向心力和团结力，敬我们的民族自信，敬民族自信，干杯！好样的，齐路，厉害啊，齐路！这是哪来的？微博上一个大 V 的直播，刚发出来就引起轰动了。有完整版视频吗？暂时还没有，不过我一看到就录屏了。完整视频怕是要联系。那赶紧，小薇，先通知大家不要下班啊。对了，你赶紧联系一下那个博主，看能否让他提供完整版的素材过来。还有，让编辑部的同事根据这个视频进行文稿撰写，他们写好了拿给我，要快。我们一定要趁热打铁，我一定要将这个完整版发到我们的官网上，要上头条。标题写什么？标题：恶意销售，令人不齿。中国酿酒师义愤填膺。这样啊，下面由爱德堡酒庄的庄主邱一涵女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爱德堡酒庄的庄主邱一涵。华南经销公司前分销商徐强，在华南公司前助理于汉的授意之下，假借华南经销公司的名义扣下了我们酒庄的货，然后组织网红利用套牌车上面的问题产品蓄意的抹黑我们，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中国葡萄酒进军海外市场。所以我们爱德堡酒庄的酒是没有问题的，并且我们愿意继续接受市场的监督。
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就是为了做这些得不偿失的事情吗？得不偿失。你说的没错。可你有没有想过，我这是为了什么？这么多年，你问过我一句吗？我为什么放弃音乐？我为什么回国来做葡萄酒？我放弃一切，从零开始，只是为了一步一步再次进入你的生活。我要你知道，只有我能为你付出一切，也只有我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夜空，流星划过美丽的虹，银河里星星点缀苍穹，我在凝望茫茫天幕心动，思念随着你的脚步升空。曾经彩霞飘动万里晴空，阳光唤醒了春天的梦，山川大地变得郁郁葱葱，眼前处处都是风情万种，仰望神秘的星空，爱恋故乡繁华不再懵懂，心儿飞向那多彩的世界，在黄河古道边寻梦逐梦，寻觅往事的行踪，美丽的梦还留在记忆中，心儿飞向那灿烂的天空，我要为你献上岛上